注意看，阿萨对着这辆货拉拉上去就是一个贴贴，但是对方只是轻微的晃了晃就调整好了姿态。眼看一次贴贴没有成功，阿萨再次加速，现在这个位置绝佳，调整好角度就是现在。可惜这一下贴了个空气。警灯一开，悠哉悠哉，赶快去拿纸，蹲下就开始。欢迎收看《最后的自由》，讲美国老哥最后的自由。现在佛罗里达州的阿萨接到队友的求助，迈阿密戴德县的阿萨们发现了一辆被盗的货拉拉，他们已经追了10来分钟都没能将老哥拿下。而此时这位名叫席尔瓦的州警大哥正好就在附近，身为主角当然要最后出场。只见他不慌不忙地前往标记的集合地。此时其他队友已经就位，按照情报，老哥应该会从对面开来。阿萨选择迎难而上，这还没走几步就碰上了，阿萨连忙掉头跟上，此时已经落后一大截。这样看来还不如像队友一样一开始就守在原地，但是好在老哥的车速并不快，阿萨只需要稍微加速就能够轻松跟上。我们趁着现在看一下老哥是什么战力。好，居然是一位比7星大佬还要罕见的3星老哥。都说在佛罗里达州你可以不活，但绝对不能没活。这位3星老哥简直是硬整活。据队友的消息称，这车里一共有3人，平时就是小打小闹，整点零元购什么的。阿萨见他们没什么实力，也没放在心上。没想到这个小团体居然还想做大做强，今天3人一合计，直接搞了一台面包车。这下好了，金额总算达标了。阿萨不发猫，你当他病危呀？此时前方道路被堵，老哥硬生生的挤了过去，可怜的这辆银色轿车连耳朵都被撞飞了。此时前方由县警察所驾驶的福特金牛座让出了第1顺位，现在看州警大哥发威。看来老哥也认出了州警的车，速度比刚才明显快了不少。而就在这时，突然冲出一辆道奇充电器，直直的奔着老哥就去了。原来是队友皮雷达实在是看不下去了，抓一个3星老哥你都这样磨磨唧唧，你先下去沉淀沉淀，这玩意儿还不是手到擒来。此时正值晚高峰，天上还下着细雨，但是这并没有浇熄阿萨想要贴贴的热情。才刚转过弯来，就发现左侧有一排社会车辆，此时的情况更适合从右侧贴贴。老哥也是这么想的，于是防守住了右侧。没想到阿萨不讲武德，直接从左边贴贴，还好这一下没成功，不然肯定会随机挑选几位幸运观众。不过由于刚才阿萨早就已经夸下了海口，现在他迫不及待的想要将老哥拿下，可惜他还是低估了这位老哥的实力。没有想到抓个3星都这么不容易，2次赛点都没拿下，也确实叫人生气。看来接下来必须要加大药剂。这时老哥突然亮起了刹车灯，前方已经无路可走，老哥硬着头皮撞出了一条道路，而阿萨则是趁着这个机会跟着老哥挤了过来。这一撞让老哥元气大伤，阿萨可不会放过这个机会，朝着老哥的车尾上去就是一个贴贴。虽然贴贴的位置不是很好，但是成功的让老哥的车失控。而更加万幸的是，这么多车流居然都没碰上社会车辆。我们来看一下队友的视角。当老哥在右侧撞车时，阿萨从左侧超了近道。注意看，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，但是阿萨并没有贴贴，反而是队友后来者居上，在一个不太恰当的位置对着老哥的臀部打出了一个暴击，最后老哥失控，摇摇晃晃，直到彻底失去动力。最后在10几位阿萨的包围下，终于将几位老哥成功拿下，车里的3人小团体就这样被一网打尽。这位3星老哥还没开始自由，就结束了自己最后的自由。这起盗窃案发生在今年的9月11号，我把老哥被起诉的罪名放在这里，大家可以自行翻译。好了，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关于本期的内容，你有什么想说的，可以在评论区和大家讨论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我是最后的自由，我们有缘再会。